布林来到囚犯图书室看望路飞和娜美，向二人告知山治向他求婚的喜讯。路飞和娜美十分震惊，布林满脸幸福，笑着笑着，布林低下眼眸，低声说道：“山治只是体贴我而已吧，可是我却让大家陷入痛苦之中，所以请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和山治结婚的。”布林说完，慢慢凑近路飞和娜美，说了几句暂时对观众保密的悄悄话。路飞和娜美听完更加惊愕，双眼瞪得老大，那神情就仿佛听到类似“你们上周托我买的彩票中了头奖，但我已经把奖金花掉了”之类的话。布林说完话，站起身，转身向外走去。被惊呆的路飞愣了半天，反应过来后大吼一声：“喂，待て布林！”布林回过头，双眼涌出泪水，再见了。布林走后，路飞突然暴躁起来，对着笼子又踢又咬，用脑袋使劲的撞，但是都没有什么卵用。欧佩拉坐在笼子外面抓了抓脸，我就静静的看着你的折腾。路飞折腾了半天，发现双手无意中缠在了身上。路飞突然灵机一动，我知道出去的方法了。娜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路飞的脑子里除了鲁莽就没有其他的字，他能想什么好办法？路飞果然没有让娜美失望，他所谓的好办法就是拼命的拉扯双手，将双手拉断，就可以挣脱束缚逃出去了。路飞拼了命的向外拉扯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橡胶手臂在身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可是就算是橡胶也有拉伸的极限，眼看着路飞就要把自己的双手扯断了。娜美吓得尖叫，安抚路飞冷静一下，再搞下去手真的断了。路飞大吼一声，就是要扯断，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逃出去吗？路飞咬紧牙根，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用身体拼尽全力缠紧手臂，手腕上的皮肤被扯得撕开，鲜血从里面飙了出来。与其死在这里，不如扯断双手逃出去。娜美可不想看到什么血肉横飞、断肢残臂的惊悚场面，尖叫着不要。路飞的双手被扯到极限，路飞不小心脚下一滑，橡胶的弹力将路飞扯了回去，一顿爱的魔力转圈圈。路飞泄了气，瘫坐在地上。一直坐在笼子外面静静看书的欧佩拉表示很无奈。蛋糕城堡的一间客房里，刚刚参观完大妈宝藏收藏图书室的文斯莫克家几个嚣张分子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其中雷九突然神秘失踪，不知去向，大家都没有在意，反正都是在亲家的地盘，人还能丢了吗？大概跑去上厕所了吧。加之开始计划安排山治的婚后生活，为了避免今后节外生枝被大妈海团拿捏住，必须让山治和布林住在吉尔玛王国，将布林控制在己方的手中，当做人质。毕竟夏洛特一家是海贼出身，谁知道今后会有什么变数呢？尼治反问，如果对方也要扣下山治做人质怎么办？一治不屑地说道，说的好像我们会在乎似的，就算他们杀了山治，难道和我们有关系吗？尼治和永志哈哈大笑，真是期待和山治重新生活在一起，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又可以欺负山治，增加乐趣了。另一边，离开文斯莫克兄弟独自离开的雷九潜伏在蛋糕城堡的走廊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躲开那些有监控功能的房门，来到中庭外面，冒雨直接跳到花园里，潜伏在外面偷窥着某一个房间的窗户。这时从草丛中突然伸出一把枪，指着雷九的脑袋。雷九转过身，看清来者后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砰的一声枪响，血液飞溅，雷九倒在大雨之中。不过这一枪并没有将雷九杀死，雷九拖着受伤的身体非常勉强地回到城堡，滴了一路的鲜血。走着走着，雷九终于再也撑不住，靠着墙蹲坐在地上。这时布林由走廊一边跑过来，看到双腿不断流血的雷九，吓了一跳，尖叫一声：“姐姐，发生什么事情了？”山治的房间里为布林精心准备好了鲜花，负责保卫山治的守卫外出归来，向山治报告了城堡内的情报。路飞和娜美已经被抓了，而布鲁克和佩德罗还在大闹蛋糕城堡。蛋蛋男爵和将星斯穆吉已经前去镇压，估计很快也会将二人绑回来。山治整理鲜花的双手停下来，接着自我安慰道：“没事的，明天结婚典礼结束后，大妈一定会把他们通通放走的。大妈已经答应我了，没事的。”守卫将山治委托他采购的食材拿过来，很是好奇。身为王子，山治想吃什么，只要说一句话就好，立刻就会有人做好送过来。为什么偏要自己下厨呢？山治将食材放在炉灶边，向未婚妻表达诚意的方法，当然是亲手给他做爱心便当了。净世界的布雷小屋，乔巴和加洛特的作战行动比较成功，直接单杀了布雷，敌方其他人慌成一团，不知所措。加洛特趁机一招电气攻击，成功拿下3杀。另一边，怪物化的乔巴负责对付体型巨大的鳄鱼人，一招驯鹿究极过肩摔，直接把鳄鱼人和一干小兵打得退出比赛。全场只剩下了烟囱哥一人。注意，尾田留下烟囱哥可是有用意的。茫茫净世界无边无际，想在这里游历一番，不正缺少一个交通工具吗？烟囱哥一看这个形势，掉头就跑。只要我烟冒得多，没有人能在速度上赢得了我。加洛特奔上来，一口咬住烟囱哥的脖子：“小兄弟，你在和我比速度？”加洛特稍微搞了搞，烟囱哥也被打出了局。布雷一派被轻松团灭。这样一来，
乔巴和加洛特就控制了整个镜世界，可以利用布林的能力自由出入，神不知鬼不觉的逛遍整个蛋糕岛了。雪橇犬烟囱哥上线，拉着乔巴和加洛特在镜世界里奔走。乔巴和加洛特检查了每一面镜子，寻找山治的下落。整个蛋糕岛四处尖叫连连，家里有镜子的人家基本上都被乔巴和加洛特骚扰个遍，可是他们依然一无所获。看来山治还在更远的地方。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镜世界，加洛特表示很无奈，这简直如同大海捞针一般。要是想提高点工作效率，就只能把布雷放在前面当导航。可眼下布雷已经意识全无，等他醒过来，恐怕海贼王都要大结局了。这个外表强悍又恐怖的女人真是没用。乔巴很无奈，布雷醒来之前只能靠自己和加洛特想办法了。宝物间，布鲁克一曲灵魂呐喊狂想曲团灭了所有七的士兵。曲终之后，布鲁克拔出寒冰利刃，魂之丧剑，对付其他那些不怕摄魂曲的打手们。打手们一拥而上，布鲁克除了音乐，剑术也相当了得，轻松应付这些打手。打手们轮番上阵，将布鲁克打退。布鲁克脚下突然升起一团团冷气，寒气之中，布鲁克的身影离奇消失。几个打手吓得呆在原地。掠之歌，吹血斩。布鲁克收起魂之丧剑，低语了几声之后，那几个打手背部崩出冰晶，倒地不起。另一条漏网之鱼跳出来向布鲁克挑战，边跑边喊：“你小子居然对敌人下手这么狠！”布鲁克笑了：“你就少道德绑架我了，只允许你们拔刀，不许我挥剑，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这群双标狗！”布鲁克一剑斩了对方的盾牌，连同对方整个人一起直接送上了黄泉路。布鲁克手起刀落，迅速干掉了打手们，拿到钥匙。这时，外面的司母级已经开始砸门，而且门外不止司母级，更危险的大人物大妈也在一步步的向宝物间逼近。大妈拨开人群，来到宝物间门前，直接一招排山倒海，将司母级砸了半天也没砸开大门，打碎，冲进宝物间。哪个不知好歹的混小子打扰老娘的雅兴？布鲁克刚用钥匙打开存放路标历史正文牢笼的铁门，转身看到大妈，吓得失声尖叫。大妈看到布鲁克，瞬间眼睛点亮，会动的骷髅头真是罕见呀！随即大妈意识到有点不对，这个会动的骨头为什么站在路标历史正文的10倍前？布鲁克平复下情绪，淡定说道：“如你所见，我正准备拿到路标历史正文的拓印。”小老弟挺诚实，但是这里已经无路可逃了，下来受死！布鲁克走出铁门，潇洒地从楼上一跃而下，非常酷地落在地上。大妈很意外，你小子看起来挺冷静的。布鲁克转动手中的魂之丧剑，摆好了战斗姿势。四皇就在我的面前，紧张过头，反而就冷静了。你要和我打？布鲁克将手中的寒冰之剑指向大妈，不打倒你怎么得到路标历史正文的拓印？大妈愣了足足5秒钟，突然放声大笑，居然被这种小角色挑衅，看来自己这个四皇是被小看了呀。大妈张开双臂，整个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只见他左手雷云宙斯，右手太阳普罗米修斯，头顶还有双脚帽拿破仑。3个大妈最强的霍米茨感受到了大妈的怒气，肃清过来，做好战斗的准备。大妈身上电闪雷鸣，熊熊烈火，气势逼人。我是不会把你打死的，而是要得到你。四处奔逃的佩罗德遭到士兵们的围攻，士兵们一边追击佩德罗，一边向蛋蛋男爵报告佩德罗的行踪。7子士兵越聚越多，将佩德罗堵在了一个小胡同里。士兵队长一声令下，士兵们架起盾牌一起推进。佩德罗躲也躲不开，挡也挡不住，被盾牌部队给硬生生的挤出门去，被逼入中庭。在这里，佩德罗的一位宿敌早已等待多时，这就是几年前曾经和佩德罗死斗过的蛋蛋男爵。好久不见，诺克斯海贼团船长佩德罗。虽然你我是敌人，但是我敬你是个人物。佩德罗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介侠客，但曾经也是悬赏金达到3亿8200万贝利的海贼团船长，也算是个名人了。但是有一点，蛋蛋男爵很不理解，5年前那么执着于活下去的男人，干嘛要回到蛋糕岛重蹈覆辙呢？蛋蛋男爵摘下眼镜，左眼已经失明，留下一条很深的疤痕。当年妈妈可是夺走了你50年的寿命，我知道。佩德罗摘下帽子，左眼的头发被风吹开，也一样有一条深深的疤。这次我来就没打算再活着回去。佩德罗举起手中的剑，剑上面附带了电气攻击特效。蛋蛋男爵将手杖杵在地上，表情轻松，那就做个了断吧。二人同时出动，向对方攻过去。蛋蛋男爵的腿转起来，好像螺旋桨一样，光是用这个高速旋转的腿就挡住了佩德罗的攻击。佩德罗奋力挥剑，但是电气的攻击特效对蛋蛋男爵完全没用。蛋蛋男爵看准机会，就是一脚将佩德罗打退。蛋蛋男爵拔出手上里面的刀刃，得意地笑了笑。毛皮族不足为惧，只要穿上防止电击的衣服就可以了。佩德罗和蛋蛋男爵有过一段很深的过节。5年前，佩德罗和海贼团船员来到蛋糕岛盗取历史正文，结果被蛋蛋男爵率兵阻拦。当时的蛋蛋男爵还没有穿上防止静电的紧身衣，被佩德罗一顿操作之后刺下了左眼。之后大妈亲自出手将佩德罗打倒俘虏。佩德罗在大妈的地盘上行窃，又刺下了大妈手下的眼睛。按照道上的规矩，必须做个了结，否则今后大妈在这一片村镇就没法混了。
了结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大妈最喜欢的死亡轮盘。然而死亡轮盘其实只是一个威慑的道具而已，一般人看到这个轮盘上面断手断脚断脑袋的小图画就已经要吓尿了。面对大妈，只要心中有一丝恐惧，寿命立刻就会涌出身体。佩德罗的手下就这样被大妈罚了100年寿命，抽干了灵魂后干掉了。大妈准备对佩德罗动手，代价是70年寿命。不幸中的万幸，佩德罗以前的小兄弟同为毛皮族的贝克穆斯，此时刚好在大妈手下做事，哭着求大妈网开一面。大妈看在贝克穆斯的面子上，减免了佩德罗10年寿命。佩德罗手起刀落，一刀戳下了自己的左眼，这样是不是还能减少几年寿命？这样的死是没有意义的。世界的黎明之日快到了，我必须回去。大妈十分欣赏佩德罗男子汉的气概，又减免了10年，夺走了佩德罗50年的寿命。能活你就活着回去吧。今天这一场佩德罗和戴安男爵的生死对决，就是为了清算5年前的这笔账。然而这次可不再是对方留下一只眼睛这么简单了，必然要有一个人血溅当场，把命留下。戴安男爵接连出招，多次狠击佩德罗，佩德罗招架不住，被打倒在地。回答我，佩德罗，为什么你要再次回到这里？戴安男爵扶持着狼狈倒地的佩德罗，为什么你这种男人要再次回到这个同伴被杀、自己被夺走50年寿命的噩梦之岛？佩德罗将手中的剑杵在地上，撑着自己的身体。草帽一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是将世界引向黎明的人。草帽一伙一定会超越你们，改变世界的。戴安男爵不屑地说：“他们能做什么？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那又怎么样？”佩德罗站起身来，我相信草帽一伙剩下的寿命，就算在这里用完，也不会后悔。佩德罗提剑冲向戴安男爵，一剑劈了过去。戴安男爵举剑阻拦，被佩德罗一剑斩折，顺道将戴安男爵拦腰斩断。戴安男爵蛋壳形状的身体被展开，里面蹦出蛋黄和蛋清。我还不能死，草帽一伙在这个岛上的目的还没有达成。我是剑文君，咱们下期见。